空中打。先说观点吧，一个战略级的机会，西方可能错过了。啥机会呢？在俄乌之间达成停火。这是其实大约10多天前，我已经说过好几次了。近段时间，西方各主流媒体不断抱怨说，乌克兰反攻不迅速，伤亡和损失太多，对欧美的经济打击很大。就算整个北约抓紧生产武器，也供应不了前线。啥意思呢？就是大家都疲了。怎么看得出来呢？看这些事。第一件事是，昨天德国总理朔尔茨说，俄乌战事有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，大家要做好准备，组织好我们对乌克兰的支持。如果用心观察，会发现他在说这番话时脸色非常不好，因为现在的德国人对这场战事已经越来越疲了。前段时间刚有新数据公布出来，说是对今年5月欧洲各国的经济和疫情之前做了个对比，结果发现欧洲主要国家的经济基本都恢复到了疫情前，只有德国没有。德国人呢，当然非常不满，结果就出事了。前段时间，德国一个小城举行了地方选举，结果出来后，整个欧洲震撼。这个小城是图林根州松讷贝格区，松讷贝格差不多就是中文太阳城的意思，人口、面积什么的和我们一个县差不多。这次选举怎么搞的呢？是德国所有主流政党，像什么社民党，也就是德国总理朔尔茨那个党，还有联盟党，默克尔的那个党，还有绿党啦、自由民主党啦什么的一堆，统统联合起来对阵德国选择党，简直就是如临大敌，泰山压顶。对选择党，为啥德国这些主流政党这么怕呢？因为这个党的主张和他们差太大了。首先，他主张要把德国的利益摆在第一位。看到这里，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懵？一个国家的政党不就应该把自己国家的利益摆在第一位的吗？对不起，在德国这不行。如果你这么主张了，就是极端主义，就是反犹主义，就是极右翼，就是走小胡子路线。其次，他觉得为了德国的利益，就算退出北约、退出欧盟也是可以的。美国人听了肯定暗中跳脚。第三呢，就是这个党现在党首的个人原因了。正是个女的，她叫魏德尔。和很多德国政客不同，她在中国工作过6年，所以对我们相当了解。所以她3天2头说，德国要向中国学习，中国很有活力，所有人都想着向前冲，每个人都在努力工作，有着非常强大的进取精神。德国不少政客听了后眼睛都绿了。当然，搞政治的上台之前怎么说和上台之后不是一回事，我们听听就好。但至少人家是了解中国的，没受欧洲不少媒体祖传滤镜的影响。对他，德国主流政客当然视之为洪水猛兽。天天媒体上骂不说，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还直接出手，把选择党列为极右翼政党，派人做卧底，监听他们的内部电话，摆出一副随时准备逮人的模样。主流都做到这程度了，这场选举应该没啥悬念了吧？结果出来后，所有人都傻眼了。选择党大获全胜，拿到了52.8%的选票，弄得德国所有主流政党都非常尴尬。怎么形容呢？原以为6大门派为功光明顶，绝对稳操胜券，可结果是人家摧枯拉朽，把大家全打败了。更可怕的是，随着德国经济的不行，选择党的支持率一路攀升，现在已经超过总理朔尔茨的社民党，仅略小于联盟党，已经是德国第2大党了。幸好德国议会选举是在2021年进行的，现在离下次选举还有几年，否则的话，德国政坛要大翻盘。不但内忧外患，还越来越严重，但美国人又在身后死死地逼着，你说朔尔茨的脸色能好看得了吗？第二件事是，对这场战事，美国人现在也疲了。我们来看近段时间美国媒体是怎么报俄乌战事的，就清楚了。之前是怎么样？只要是对乌克兰方面有利的，哪怕有些消息是假的，他们也会拼命的报道，做扩散。尤其是今年4月、5月，他们简直是天天擂响战鼓啊，每天催着乌克兰人冲冲冲，好像援助了一些北约神器，乌克兰人就能无敌于天下了。然而这段时间，他们开始说丧气话了。
比如说，福布斯杂志说，前段时间乌克兰人在马来亚托克马奇卡搞了一次反攻，但这次反攻太吓人了，25辆坦克和装甲车在一转眼间就消失了。中间还有德国人吹了很长时间，乌克兰人要了很长时间才要到手的豹2坦克。福布斯是这么描述的：这么多高价武器，只一波攻击就没了。他们在战场上唯一能起的作用，只是让人们看到一阵烟雾。纽约时报，那我之前讲过，它算是民主党的党报之一呀。最近是什么一个调调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对天对的对空气。如果它便秘，那肯定是因为地心引力不够。纽约时报是怎么说的呢？首先是俄罗斯人太狡猾，他们居然挖了数英里长的防御工事、战壕、坦克陷阱和地雷，这让乌克兰人怎么反攻呢？还有，连当地自然环境也立场没站稳，跟着一起通俄了。纽约时报是这么说的：广袤的田野为乌克兰军队、坦克和装甲车只留下了很少的隐藏空间，所以呢，俄罗斯有一个重要的盟友，南部的无情地形。最搞笑的还有一段，纽约时报抱怨说，连当地的树也不行，随着夏天到来，它们长出了枝叶，把俄罗斯部队给盖住了，从空中根本没法看到。看样子是连树也通俄了。整体来说是想表达什么一个意思呢？这仗没法打下去了。不但在战场上美国人觉得皮，别的地方他也觉得皮。这2天有张照片在美国传得很广，在海上执行任务7个月后，迪卡特号驱逐舰终于回美国本土了。之前我们讲过，2020年时，因为军舰不够，美国人不得不让他的保罗·汉密尔顿号驱逐舰硬是在海上漂了9个月，结果士兵们回到美国本土时都哭了。这是让美国海军太尴尬了，太伤部队士气了。之后他们就不敢再让媒体上见了。结果迪卡特号驱逐舰回港的形象还是被人拍下来了，锈迹斑斑。怎么说呢？如果是低情商的话，那这艘军舰就是又老又破；高情商呢，那它就充满了厚重的历史感。如果不知道美国人将来还要接着用它的话，说不定会以为它这次回来之后马上就要报废拆解了呢。但没办法，过去的7个多月，迪卡特号驱逐舰还就是在我们周边晃荡的美军主力军舰之一，像今年1月在南海晃荡过，3月呢又跟着尼米兹号航母和韩国海军进行了联合海上演习。但有这些船用，对美国人来说还算好的，因为他的军用造船业现在已经不行了，这些船老的实在动不了，必须退役之后，新船能不能造出来，能造出多少来，才叫美国人发愁呢？但这种丧气话，政客不能说，只能媒体说，还有另一类人也能说，谁呢？军人，没办法，人家是专业人士嘛。这就是今天要讲的第3件事了。军人们现在出来说话了，俄乌这场仗没法打了，得考虑怎么和谈了。这2天就有人出来说话，谁呢？北约欧洲联合部队司令克里斯托弗·卡沃利。他是这么说的：俄罗斯军队拥有数量的优势，意思就是乌克兰人不会成功的。然后他就说了，最主要的是快要到来的和谈，不管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，意思也很明确，真打不动了。这又得说到第4件事，这段时间乌克兰人是怎么想的？他们在玩2面手法，一面是我还能打，非常能打，怎么搞呢？最近他在疯狂征兵，差不多到了只要是个男人都拉进部队的程度。另一面他们也在抱怨，甚至连最强硬的人都在抱怨了。是谁呢？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。自从俄乌战事起来后，我们已经多次介绍过这个人。他其实是白俄罗斯人，著名的公知，搞了不少事，惹怒了白俄罗斯人，要抓他，他急忙逃走，就到了乌克兰，还当了总统办公室顾问。说到这里，大家就差不多知道他是什么一个人了，挂了个顾问的名头，干的是监军的活。他背后有谁，大家也不难猜出。之前他那叫一个强硬啊，每次出面都说要干到底啊。最近他是怎么说的呢？乌军弹药短缺，没炮弹，没导弹，没空中打击能力，前线还特别漫长，绵延1800多公里。俄罗斯的防线实在太严密，
战壕、掩体、火炮、导弹、数千辆坦克，还有36万俄军士兵在等着，就差说出这仗实在打不下去这句话了。总之怎么说呢，不管是欧美还是乌克兰人，这仗打到现在，其实大家都疲了。疲到什么程度呢？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都看出来了。这2天他说了一段神话语。之前美国和欧洲人都不断跟他说，你以色列不是有铁穹导弹防御系统吗？防空成本不是很低吗？你是不是给乌克兰一些呢？结果内塔尼亚胡说，这系统还真没办法给。为啥？因为这系统有可能最终落入伊朗手中。这是美国人听了后肯定哭笑不得呀。这也说明，对这事内塔尼亚胡根本就懒得理，甚至连个还像样点的理由都懒得想了。说到这里，问题就来了，俄罗斯那边是怎么想的呢？看这件事就明白了。这2天，普京去了达吉斯坦。这达吉斯坦在什么地方呢？在高加索山区。这地方的人怎么说呢？因为当地多山，老百姓谋生不易，所以不但吃苦耐劳，民风还非常剽悍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这地方人才是真正的战斗民族。让莫斯科、圣彼得堡这种大城市的俄罗斯人去打仗，人家不是怎么肯的。当年沙俄征服这地方时，就吃过大亏。像在1841年，沙俄集结大军对达吉斯坦发起猛攻，结果在泰尔米河边，俄军惨败。1845年，在达格战役中，沙俄再次惨败。直到1856年之后，俄军集结20多万部队，学当年的常大队长搞步步为营，每前进一段就修建碉堡，死死地困住这些山民，才在1864年最终征服了这里的山民。之后因为这地方的人骁勇善战啊，所以从沙俄时代起就把它当作主要的兵源地，不断地从这里征兵。当地经济条件也不好，像去年当地人均 GDP 只有3000多美元，和印度差不多，只有俄罗斯全国整体的1/10，所以参军吃饷对当地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职业。所以在俄罗斯各地的参军比例中，达吉斯坦地方虽小，却长期高居榜首。但俄罗斯军队不能光招达吉斯坦人啊，所以俄军招兵时明知这地方人比较能打，也不怕死，但还是有限额的。所以有段时间，达吉斯坦当地人不断地向普京抱怨，说俄军给当地的征兵名额不够，严重影响了当地老百姓生活水准的提高。说到这里，大家就明白普京这次去达吉斯坦想要干嘛了，扩大征兵。所以在新闻里，他对当地老百姓挺客气，比如说在当地城市的广场，他停下来和当地老百姓聊天，现场一片欢呼，很多人争着和他握手。中间还有个小插曲，一名小女孩对普京说：“求您了，可以合影吗？”普京回答说：“来吧。”然后就合影了。还有，普京去参观当地一个17世纪的桑拿房时，陪同人员介绍说这桑拿房还能用，希望普京能来争一争。普京马上答道：“说定了。”最后他走的时候，上飞机前还没忘掉回转头给当地百姓一个飞吻。说到这里，大家应该差不多明白对这场战事俄罗斯人是什么一种态度了。现在他迫切需要证明，在俄罗斯能打的部队很多，不只有瓦格纳。现在这局面怎么说呢？差不多是在二战之后最有意思的时刻了。我们都知道，在二战之后，世界就进入了冷战。当时有2个超级大国，一个叫美国，一个叫苏联。结果苏联冷战失败，解体了。美国呢，刚开始大家都觉得他是胜利者，但他似乎根本就没准备好，所以这几十年来是各种胡乱挥霍，结果也是内部矛盾与日俱增，社会分裂，危机不断。美国现在这状况，如果再继续下去，他也快赢不动了。拜登不断拱火，挑起俄乌战事时，可能没想到这场战事居然会走到现在这么一种情况，居然会处于现在这么一种僵局，没法和解，但大家又打的实在到了精疲力尽的程度。到现在这种程度，这事还真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。拜登想搞俄罗斯，结果俄罗斯硬着头皮挺住了，结果他却把自己还有自己的一堆小弟给陷进去了，
尤其是德国，现在的状况就是正在被他搞得在强制性去工业化。到这里，不得不把之前那句话再说一遍了：拜登和他的那批人总是胸有成竹，有条不紊地把所有事都搞砸。荒野边城，帝国垂暮。